Hello， 大家好，我是爱种菜的习小厨。土壤是种植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可以说土质的好坏决定了种植成功与否。之前我分享过怎样把旧的盆土通过简单的加工变成肥沃的有机土，这样的有机土适用于花盆和小的种植箱来进行种植。那么大的菜床甚至地栽用的原土，怎样才能改良土质呢？今天我就来分享一种叫绿肥的概念和方法，可用于较大面积的土地的土质改良。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绿肥。绿肥英文叫做 green manure， 是指通过种植一种特定的植物来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提高作物产量的技术。所以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用种东西来提高土壤肥力。那么种这个东西是特定的，不是随便种的。等一下我会介绍要种植什么样的植物。那么今天呢，我将通过以下4点来具体介绍一下绿肥。第一点就是绿肥的作用，第二点呢就是操作方法，第3点种什么，第4点就是什么时候种合适，以及一般要用多长时间。这是一个既简单又有效的方法。相信看完了这集呢，你就不愁改良你家院子里的土壤了。话不多说，咱们切入正题吧。首先，绿肥的作用有4个方面。第一点，它可以保持和提高土壤的肥力。绿肥可以通过固氮的作用来增加土壤的氮元素。大家知道，氮磷钾中的氮是植物生长必需的3大元素之一，所以增加土壤的氮元素非常重要。同时，绿肥还可以在土壤中分解时，通过有机酸来促进土壤中的微生物的繁殖，创造一个好的微生物环境，从而达到提高肥力的作用。第2点作用呢，可以改善土壤结构。绿肥在生长过程中的根系能够深入土层，增加土壤的孔隙和透气性，有利于水分的渗透和根系的生长。第3点，它还能控制病虫害。绿肥通过改良土壤之后，可以阻断土壤中的病虫害的传播，降低土传病虫害的发病率。第4点呢，就是提高作物的产量。绿肥在生长过程中吸收大量的养分，形成大量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呢，就可以为后续的农作物提供养分，提高产量。说了这么多呢，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下很重要的操作方法，怎样种绿肥，使用绿肥。我开篇时说了，绿肥呢适用于改良大面积的土地，但是我家院子里呢现在没有大面积的土地可以做展示，那么我现在找了一个小的菜床，我这次呢就用这个菜床来做下演示。其实这个方法呢不只是适用于这样的菜床，如果你有一大片的没开垦的地、草坪什么的都是可以使用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准备一块地。这个地呢，在种之前当然要翻一翻，除草。好，把这块地翻一翻就可以了。这是第一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土本身还不错，但是呢，由于种了很多年，已经没有什么肥力了，所以我种绿肥呢，也是为了增加这里面的肥力。第2步呢，我们就来浇水，把这块土打湿。好，浇些水，使这个土壤保持湿润。第3步呢，准备一些覆盖土，这是半桶普通的用过的旧土，那种花园土。我再加一点堆肥，这是我能买到的最便宜的堆肥土。一袋大概5块钱。我就用一半旧土，一半堆肥，半桶旧土，半桶堆肥。无论种什么，还是要稍微给点肥的，所以呢，用一点堆肥，这1桶土就够覆盖的了。好了，准备就绪。好，下一步呢就要拿出种子了。由于这个菜床不大，挺小的，所以我直接就买了一个种子包。这个种子包就叫 Green Manure Mix， 就是专门种绿肥的。这里面配好了不同的种子。如果你是一大块地或者新开垦的一大片原土，买这样的种子包就很贵了。那么我建议你呢，就自己买一些种子混合在一起。等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买什么样的种子。那么我们先看怎么操作。把这个种子包打开，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2小包，我先用1小包。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把种子直接撒在这土上，直接播种。有人说可以先育苗再移栽，但是我觉得如果天气合适的话，没有必要。如果你准备的时候天气特别冷，种子不会发芽，那么你可以先育苗再移栽。我又撕开1小袋，这里面一共就2小袋，全用了吧。尽量均匀。好了，这就是所有的种子，我已经撒到这片地里了。这是第4步，撒种子。然后第5步，把刚才准备的这个覆盖土撒在上面覆盖，不用太厚。种子发芽一般的厚度就是1厘米、2厘米，也就这样。我觉得1厘米就足够了。这个土刚才没拌开，堆肥跟土没有混合的很均匀。OK， 差不多就这样。这一桶没用了。好了，最后一步呢，就是喷水，薄薄的喷上1层，把上面的土打湿润就可以了，轻一点。就像正常的种草一样，这就可以了。这样就等待它过几天，种子慢慢的就发芽了。根据种的种子种类不同，然后天气气候不同，它的发芽速度也会不太一样。但是通常这种绿肥的种子呢，发芽速度都是很快的。然后再下一步呢，等它们都长出来之后，然后因为种类不一样嘛，有的会长得比较高，期间你可以修剪一下，一般2到3个月就可以长到它们可以使用的程度了，可能会长40、50、60厘米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植物修剪掉，翻土，连根系一起翻。这样的绿肥作为有机物跟土壤一起混合，并且被微生物分解到土壤当中，这样的土壤大概1个月之后就会变得肥沃了，然后就可以在上面直接种植你想种的任何植物、蔬菜、水果、花卉都可以。通常的视频呢，我会拍到整个过程结束，然后会给大家一个完整的展示。但是我考虑到现在这个季节呢，刚刚好可以用来制作绿肥，所以如果我等到几个月之后，绿肥全都长出来，然后好之后再拍这个视频，大家可能就要错过这一季。所以这一期呢，我就没有录后续，我就直接把之后需要做的事情刚才口述了一遍，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相信你们会懂的。现在我们来讲，种绿肥都需要什么样的种类的植物，选什么样的种子。这里说的绿肥种子其实不是什么特殊的植物，就是一些普通的作物。所以你不买这种种植包呢，也可以单独买一些种子，然后混合在一起。这样，如果你有大片的土地呢，会更经济划算一些。这些植物呢，主要分2大类。第一类就是豆类植物。像苜蓿啊、黄豆、大豆、蚕豆啊都可以。第2类呢，可以使用禾本科植物，就是麦类、荞麦啊、燕麦呀、大麦啊，这样都可以。另外，除了这2大类呢，还可以加少量的十字花科的。我们以这个种子包为例，看看这个种子包这里面都包含了哪些东西。这里面有 fenugreek， 就是葫芦巴，它是属于豆科的；还有燕麦 oats， 这属于禾本科的。还有 subclover， 翻译成亚种3叶草，属于豆科。还有一种叫 woolly pod vetch， 这个我查了一下，叫绒夹箭豆，属于豆科。还有 French white millet， 叫法国白素，这个属于禾本科。还有 buckwheat， 这是荞麦。还有 broccoli rapa， 芥蓝，属于十字花科。这是这个种子包里面的配方。所以如果有大面积的原土需要改善呢，你就可以买一些
各种豆类，然后或者是各种麦子，买那种大的包装的干豆子就可以了。然后再买那些带皮的那种全麦的那种麦子，然后混合在一起撒一撒，这样更便宜、更经济划算。现在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时候种这些绿肥。种绿肥和其他作物一样，需要挑选种植的时间。那么通常呢，对大部分地区来说，最适合的种植时间是春季和秋季。当然，对于当地地区气温气候条件不一样，也不能笼统的说春秋。比如说热带的时候，可能晚春或者是早秋就很热，所以选择适合的15到25度之间这样的一个适合种子发芽的温度，具有这样的温度的时间种植最合适。那我这里呢就是春季、秋季了。其次呢，还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不是为了收这些绿肥植物来吃，是为了改良土壤用，所以我们种植时还要考虑在需要改良的这块地的种植作物交替交界的这个时间来种。也就是说，如果你夏天把该收的作物收完了，然后准备养地，这块地呢，那么秋天呢你不打算种任何东西了，你需要休养，那么你就可以秋天的时候来种。一般秋天种完了。经过秋冬这2季，然后你春天就可以使用这块肥沃的地来春耕了。那么气候暖和的地带呢，春天如果气候合适，你可以春天就开始种，然后整个一个春天就基本上差不多养好了。然后初夏的时候，你可以种一些夏季作物，或者秋天也可以种一些秋季作物。总之是选作物交替的时候来种。种这些绿肥，从种一直到可以使用这块土地，需要多长时间呢？这个实际上是取决于各种自然因素，比如说气候条件、日照因素，还有你种的是哪种植物，这个植物长得快慢都有关系。如果就改善土壤结构来说呢，一般2到3个月就差不多够了。但是要记住一点呢，如果你是1个月之后需要使用这块地来耕种，那么你就要在1个月之前把这些长好的绿肥植物跟土壤翻拌来进行发酵，大概4个星期左右吧，就是1个月，然后基本上就可以使用了。这个土壤呢，基本上就充满了有机质，这是改善土壤结构。那么如果你要想增加碳含量，起到固碳的作用，可能你需要准备更长的时间了，一般有3到6个月。因为像苜蓿这样的豆科植物呢，需要较长的生长期，这样才能发挥固碳的作用。固碳的原理呢，就是根据这些豆科植物本身的根系会产生根瘤菌，这样大量的根瘤菌在土里会起到固碳作用。那么你要等这些根系的周围产生了根瘤菌，这样才会有固碳作用。所以要等稍微长一点的时间。懂得了其中的这些道理，你就不难把土壤改善好了。总之呢，今天这一期就是介绍一个帮助大家改善大片土地的土壤改良的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这个方法呢，是在很多地方都正在应用的农业技术方法。那我们小家庭种植呢，也可以参考，因为操作起来简单。不要舍不得这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土壤改良好了，你种什么都会成功一半了。希望大家呢种植自己喜欢的作物时都能够成功。家庭园艺的乐趣不就在于过程和成就感吗？喜欢家庭种植、家庭园艺的朋友，请继续关注习小厨和他的菜园子频道。小厨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家庭园艺种植分享。最后别忘了帮小厨点赞、留言、转发。好了，谢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一期再会。